上海中心城区下方，一张井字形地下骨干路网正在成型，北横通道已建成，南北通道即将开工。今天请到上海城投公路侯总聊聊这张地下骨架背后的工程世界。侯总，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白云琐碎节目。前段时间里面，我采访了市政院的于明建总工程师，他给我们介绍了上海井字形通道的设计的逻辑。今天我想请你谈一下，就井字形通道的它的所面临的工程挑战。那我知道你已经参与了这个北横通道的这个建设，我们先从北横通道谈起。在北横通道当中，您认为井字形通道的难点和风险主要在哪些方面，以及你们是如何克服的？那么井字形通道呢，我们现在建成的是北横通道。北横通道的全长是19.1公里，其中的隧道段是4.7公里，应该来说是目前国内最长的穿越城市地下空间的长大的那个地下道路。我们也穿越了轨道交通，穿越了苏州河，还穿越了大量的市政设施。对，那么也在大量的建筑物里面穿越，那么整个空间也是比较小的，限行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对，那你能不能从那个设计的总体规划设计，然后包括是邓沟施工以及基根开挖这3个方面分别的展开讲一下，你们是怎么来处理的？设计呢，我们首先是采用了一个集约化的设计的一个方法，我们把整个的上下6车道布置在一个15米的那个灯构隧道里边，那么实现了整个线型的集约化，这样的可以在这个城市的密集区里边实现那个灯构的穿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么集约化设计，也实现了那个多点进出的那么这么一个交通，那么也实现了众多的匝道，那么也达到了我们北横通道这个整个道路交通的功能。另外，我们在这个密集的断面里边也通过了上下双层的这么一个连通排烟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设计，实现了我们上下这么一个比较小的这个隧道的通风排烟和消防疏散，也确保了这个隧道的整个功能。就是下层的排烟和上层的排烟，其实把它是横向联系起来，然后纵向一起排放出去。是通过纵向集中排烟，这样只要通过一个排烟道，就实现了上下双层一起来排烟，最大的集约化了这个我们整个的隧道的设计。我们是通过改造的线状的立交，实现了北横通道和2个比较大的交通干线的连通。一个是在北横立交的地方，那么改造线状的北横立交，实现了北横通道和中环线的互通的连通。第2个呢，是我们通过改造了那个天目立交，实现了北横通道和南北高架的互通连通。这样呢，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北横通道在市中心的那个交通功能。这是设计方面的主要的特色。灯构施工的难度呢是非常大的，那么整个西段隧道呢连续穿越了89栋的房屋建筑，其中呢我们全线呢还穿越了5次的轨道运营中的轨道交通，那么4次穿越苏州河，那么还有大量的那个市政设施，那么也是目前建筑史上超大直径灯构穿越市中心城区密集建筑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我注意到有好几个地方那个曲率半径都是在500米啊。对，我们这个线路呢，因为在市中心穿越，整个线路的选线是非常困难的。其实500米半径呢，也是突破了大直径灯构的半径的极限。就是你这个灯构的直径是15米，然后的话曲率半径是500米。对，这个当时那个 R 比 D 就是有个直径比例，这个比例是应该来说是突破目前的极限的。一个是我们穿越了那个大量的建筑物。那么第2个呢，是我们也穿越了那个运营中的轨道交通，这个也是目前大直径灯构首次这么穿越运营中的轨道交通。大直径的灯构穿越小直径的隧道呢，最小距离控制在6米。其实我们最终控制还是稍微比6米稍微大一点，这样来保证那个运营中的轨道交通的安全。另外呢，我们也通过那个采用了一系列技术来确保500米半径来穿越这些密集建筑物的时候的建筑物的安全。主要的呢有这么几项，一个呢是我们通过精准的预测，然后保证这个灯构穿越这个建筑物，那么在设计的时候能够保证那个建筑物的安全。第2呢，我们通过那个地上地下整个监控数据的那个联动，然后保证这个灯构穿越期间那个建筑物是稳定的。那么第3个呢，我们也通过那个这些施工设备，包括大数据这些融合，然后实现我们整个灯构穿越建筑物的安全。最终呢，我们整个灯构穿越那个建筑物呢，保证了整个建筑物的变形小于1公分。这个是我们穿越我们
招光别墅这么一个100年历史保护建筑的一个变形的情况，整个建筑的穿越情况呢是非常良好的。不得不提的呢，中国穿越的过程中呢，也碰到了一些障碍物。其中这张图呢，是我们盾构穿越一个叫华阳路330号这么一个地块的一个情况。这个图中也看到里面有大量的那个遗留的桩基，那么这个桩基呢长度也很长，进入到我们的盾构的断面里边，数量也非常多，大概有50多根。那么我们在盾构穿越前呢，要把这些那个桩基呢要进行清除。那么在清除过程中呢，我们采用了一个叫全回转那个套管加那个 FCEC 那个套管来组合的这么一个清障的技术。先通过那个全回转套管，先把那个桩基周边的土，可能浅层的10多米的土，先把它清除干净，再用那个 FCEC 的套管，就把这个桩基从中间往下套到底，把那个整个桩基从底上把它能够拔起来。那么通过这2个设备的组合呢，我们成功的清除了这么50多根桩基，来确保了盾构的顺利的推进。它就是套管的话，就是先把这个桩的侧向模组力给消除掉，然后呢就整个的把这个桩就提上来就可以了。是的，是的。这个整个设备呢，整个技术呢，其实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呢也是比较小的，因为当时这个330地块里边还有一些敏感的建筑，对变形的控制要求也比较高。那么我们用这个技术的组合呢，就成功的在影响很小的情况下，把这个整个这个桩基拔除掉了。然后第3方面呢，讲我们升级坑的这么一些技术工的关键技术。对于这个北坑通道来讲呢，这个升级坑的技术呢，主要在于它有比较多的那个盾构的工作井。那么工作井呢，因为考虑出闸道，整个工作井的规模也是比较大的。这个井呢，是我们其中一个典型的工作井，就是中山公园工作井。那么工作井的长度呢是70米，宽度呢，因为一头是盾构的标准宽度是25米，另一头呢是要考虑出闸道，那么宽度呢要到34米。深度呢，因为考虑要盾构要过站，包括一些盾构的施工覆土的要求，整个深度呢相对来说都比较大。那么整个这个工作井呢在31米。那么全线呢，我们其实有8个工作井，其实5个工作井都是像中山公园工作井这么类似的这么一些盾构的工作井，那么规模呢基本上都差不多。那么这些工作井呢，因为规模比较大，深度也比较大，那么整个基坑的施工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在这个工作井里面呢，我们也试验了一个超深地墙的一个技术。那么我们在中山公园井里面呢，试验了整个118米的那个地墙，也成功的实现了这个整个接头控制，包括垂直度的控制，包括整个那个施工的那个工序，验证了这个超深地下连续的那个施工工艺。那么也为将来继续往深里那个实施呢，也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因为你这个已经地下墙能够做到100多米，将近120米，也就是未来的话，基坑的话有可能挖到60米，是吧？我们在这个增基坑的那个施工作业过程当中呢，也做了一些动画的模拟，来模拟整个升级坑的开挖的工况。讲到升级坑开挖呢，我不得不提一个我们在轨道交通13号线的上面的这么一段基坑。那么这个基坑呢是位于苏州河的东面。那么我们整个北通通道呢，过了苏州河之后呢，要接地。那么有一段明挖的基坑在那个轨道交通13号线上方开挖，整个的开挖长度呢大概在216米，我们认为也是国内目前最长的在轨道交通上方开挖的这么一个基坑。当时呢，轨道交通13号线呢已经运营了，那么整个开挖对13号线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基坑呢，跟13号线的角度呢是18度，那么开挖深度呢大概在11米，那么跟轨道交通13号线的径距呢大概也在6米左右，整个开挖对13号线的影响呢是比较大的。我们通过一个叫弹钢沁法的施工，那么就是把这个整个基坑呢划为一个小段的基坑，那么把整个大基坑呢分成小坑来进行开挖，然后呢开挖的时候呢是采用这种先后开挖的顺序，就是隔仓开挖，先把基数坑把它开挖掉，然后再开挖偶入坑，这样呢减少每个坑开挖对轨道交通的影响，那么来解决这个基坑开挖的影响的问题。但实际上就是每一块小的基坑来说，它对这个隧道来说，这个影响要比你一起开挖一个大的坑要小得多了。然后呢，把结构做完了，就是这一块影响就没有了，就一块一块去处理。对，这样的整个工序是比较复杂的，但对轨道交通的影响呢就可以保证比较小。所以说我们通过这种方案呢来
保证了轨道交通的安全。当时轨道交通的变形呢也在那个6毫米以内。刚才你讲到了北横通道的风险，在灯钩施工方面，主要谈到就是大直径的这个灯钩，它的小曲率半径，以及这个对周边的沉降的控制，因为周边有很多建筑物，是吧？还有呢，就是在基坑方面呢，那么为了减少这个下部的对轨道交通的影响，你们在上面开挖的时候采用了这个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样来开挖，来减少这个影响。那么接下来作为紧致性通道来说，以后还有南北通道，那么这个南北通道它和北横通道相比，您认为它的技术上的难度，或者说还有哪些问题是以前的这个南北通道它没有碰到过的？那么你们需要特别考虑的。南北通道呢，作为紧致性通道的最后的一个比较超大的工程，那么整个难度呢是比北横通道更为困难和复杂的。那么整个南北通道的那个线位呢，是在整个上海市的偏东部的一个区域，整个南北向的一个走向。隧道长度呢是14.55公里。那么隧道段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地下通道。那么因为它南北通道呢是也是穿越了这个城市的陈述区，那么整个穿越的那个建筑物也比较多。整个跟轨道交通的关系呢也是更复杂的，因为北横通道呢是穿越的都是区间，那么南北通道呢还穿越了2处的地下车站，那么也穿越了有运营的区间，这是一方面的复杂。那么第二方面呢，因为南北通道整个线位呢受控制更多，所以说它整个线位的埋深呢是比北横通道更深的。那么整个南北通道呢一共有5座那个比较大的动物座井，那么其中呢2座井的深度都接近40米，那么其余3座井呢基本上也都在30米以上，接近35、36米，基本上接近最底下的可能近10米的那个范围都需要降走线层下水，那么整个降深的范围和时间长度呢都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呢对周边建筑物的影响也会更大一些。在这个南北通道来说，它的这个灯钩可能会碰到以前没有碰到的情况呢，一个是它要下穿这个车站，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另外一个它比较深，它比这个北横通道更深，这样的话它就会在一个断面啊，大部分会在那个承压水，上海的承压水层是吧？这样的话呢，保证这个灯钩的这个安全啊，这个在承压水层当中怎么样密封的做得更要求这方面就会更高了，是吧？显然这个南北通道比北横通道相比，它在工程的难点和挑战方面还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对你们来说，在以后的这个风险管控这方面，在管理啊和技术方面，你们能够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来确保工程的安全？好的，我们现在在那个南北通道里面呢，一个是想跟北横通道一样，继续成立一个那个请由顶尖专家组成的一个专家团队来辅助我们的这个决策。第二个，我们在管理上也准备在酝酿做第三方的全过程的风险管控。另外呢，我们还会做一些数字化的这个管控的措施和平台，那是管理方面的。那么从技术方面呢，我们从盾构上面呢也在研究全自主、全自动化的那个盾构掘进，包括同步推拼，包括一些那个自主的拼装。那么另外呢，也在研究那全预制的那个管片内部结构的拼装，也在做这些事情。那么从基坑上面来讲呢，我们也在研究那个水下开挖的这么一个技术。那么主要在市中心城区怎么来控制这个基坑的变形？就是考虑基坑是水中开挖。对，包括混凝土的预制层，包括那个钢结构的预制层的这么一些技术，那么也减少那个深基坑开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还有就是这些超深地墙的这么一些施工工艺，那么包括一些接头的工艺，那么能够加强止水，包括还有一些那个超深的地下加固的一些工艺，包括 NJ 的技术，包括一些 RGP 技术的运用，怎么来加强我们整个基坑的止水和变形的控制。非常感谢我们侯总啊，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下一个星期五再见啊。